Hello， 大家好，我是耀阳。接着上期讲大家最关心的巴基斯坦的问题啊。那么在去巴基斯坦，它到底安不安全呢？如果遇到危险了，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呢？首先，大家知道我去了巴基斯坦一共2次，在当地大概待了有3、4个月的时间嘛。那么整体来说，巴基斯坦还是安全的。我去过很多的国家啊，我去了83个国家，其中有非常多的国家是类似巴基斯坦这种穆斯林的国家。那么巴基斯坦是对我们中国呢最友好的国家，也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这个穆斯林国家了。那么第一啊，我们首先说去任何地方都会有风险。那么很多人问我说，我经常看你的视频里啊，哇，当地可是有枪的呀，而且我拍过几期这个探秘这个巴基斯坦卖枪的枪店啊，甚至我去了兵工厂。那么他们都拿枪，到底是安不安全呢？他们卖枪到底合不合法呢？首先，枪在当地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工具。那么，大家知道巴基斯坦原来是打过仗啊，战争时期，所以他们为了维护这个当地的治安，他们向拥有持枪许可证的人去销售枪支。这些人的使用枪的环境受到限制的，也就是说，你在普通生活中，普通老百姓你是不能拿枪的，你也买不了。那么什么人可以买枪呢？他又是在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下使用呢？首先啊，只有这个比如像保安、警察，还有必要性持枪的这些人啊，比如保镖啊，还有一些在这种比较偏远的会受到动物攻击的这个林子里工作的一些人啊，他们可以买枪啊，他们可以在大街上进行巡逻，但这时候需要带枪，因为可能会怕有不法分子，特别是在边境白沙瓦卖枪的非常的多。我说啊，买枪比买水、买菜更加容易，真的是在大街上啊，3步一个枪店就是5步一个枪店，不论是自制的枪还是进口的枪，他们都非常的多。那么安全来说呢，我觉得基本上巴基斯坦的老百姓还是非常遵守这个当地的法律啊，还有这个持枪用枪的规则的，所以通常我们不会看到这种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我们经常会在新闻里看到某某某什么又出什么问题了，某某某哪儿又是吧，又出现了不好的事情了，有没有？有，但是呢个例，当地巴基斯坦人跟我说，可能1个月1次啊，或者是我觉得可能是2周左右，有可能会发生1次，但是他们通常是针对某个目标啊，会有这种情况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巴塔啊，在边境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可能会有一些摩擦或冲突，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整体的巴基斯坦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在巴基斯坦旅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有没有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啊？首先来说，有，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刚去巴基斯坦的第3天啊，这个视频再往前你们能找得到啊。我跟我的翻译武俊朗在这个伊斯兰堡的首都啊闲逛啊，就看看能拍什么，拍视频嘛。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叫阿富汗餐厅的门口，刚好过来2个人啊，跟我们打招呼啊，说英语打招呼，因为英语在巴基斯坦呢不是官方性语言，所以通常他一上来是不会用英语跟你说的，他会用乌尔都语先跟你打招呼，但是这2个人用英语打招呼，然后声称自己是迪拜的，然后呢就对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圈套啊，为了骗我的钱，为了让我把钱包拿出来向他们展示，他进行了切汇啊。但是这个因为我行走世界时间比较长了，在很多的国家见过很多人类似用这种变戏法的形式把你的钱拿走啊，所以当场让我拆穿了，从他的裤兜把钱给拿出来了啊。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旅游过程中会发生这种第三者介入啊，或者是故意别人进行行骗的这种方式，甚至可能会有直接抢走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好保管这个自己的手机啊、背包啊，还有是财不外露。那么在景点会不会被骗呢？要不你猜一猜呢，阿姨？也是有可能的。
我有一次在这卡拉奇去坐骆驼哈，我这也拍成了视频，放在之前的视频也能看得到哈。上骆驼之前因为我的翻译呢是伊斯兰堡的在卡拉奇他是外地人就相当于是我是北京的，那我去海南去别的地方旅游去了，在景点里呢买东西的时候谈好了一个价格，说是200块钱骑一次骆驼，大概要10来块钱。我就问他骑到哪儿呢？他用手指一个是这边，一个是那边。我说好 ，OK， 我们就走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就给我们带回来了。等下来的时候，他这个价格就不是200了。他一上来先说的是1分钟200，他说1分钟200，你们呢一共骑了大概10分钟我按5分钟收你的你要给我1000块钱，所以当地也会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当时出来非常多的巴铁帮我去理论，说你不应该这样去做你不能去这样对一个外国人，他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你更不应该这样去对他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问好的价格其中也会发生，但是是极少数的，这个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中巴友谊，因为我们中巴友谊是普通老百姓在民众在心里的，它绝对是跟我们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这也没有之一。那么看一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这要补充一下，说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物价如果在当地生活中跟我们中国差价比较大的是什么呢？第一我发现他们不吃动物的内脏就很多的欧美国家也都是不吃的都会有同样的这种差价，就是比如在过这个宰生节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卖这个羊的价格就上去了，而且他们的羊比我们的大，我们都是20-30斤、30-40斤，他们一只羊叫100多斤甚至能到120斤那么大，小的可能也就60-70斤。他们羊肉的价格就会比平时可能要贵大概30%。那么，但是内脏，比如羊肠、羊肚、羊肝、牛肚、牛肝是不要钱的全部都免费。你要拿你就拉走刚好我们有一个华人，他当时在家里吃火锅，说让老八让我们的这个他有一个管家这个巴铁的管家去要点牛肠去，结果他回来的时候拉了一车，我一看起码500斤，起码有500斤都是不要钱的。只有什么人会去吃呢？非常非常穷的人，很多人来这个大城市去讨生活要钱，因为他们本身没上过学，他没有其他本事，所以他只能去要钱只能去要钱。他要钱也比在家里种地要这个容易的多，也收入要高得多。在家里种地可能一个月只能挣200块钱，但如果伸手要的话，他一月能要到2000块钱。所以他们很多人这种流民都来到大城市里面去要钱，他们要不到钱的时候会去吃这种内脏。那么还有比如像鸡爪子，他们是不吃鸡皮的，鸡皮、鸡脖子、鸡爪子、鸡脑袋这都不吃，全部都扔掉。就是有没有鸡爪子，看中国人吃，他给收集起来，冻成一方块，大概5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方砖，1块钱人民币，2块钱人民币，1-2块钱5公斤的这个鸡爪子所以你们知道这到底是有多便宜了吧？那么看看还有一个看看什么问题有人很好奇我这次去巴基斯坦到底花了多少钱我大概前后算了一下，因为我呢是游客，所以我肯定比当地的生活的人，比如当地博主他们花销要高一些首先我们说，咱们就先按当地说，我需要请一个翻译。那么很多人问我你这翻译多少钱翻译呢，价格是参差不齐的，根据中文的好坏和它的学历的高低。那么我不太方便揭露我的翻译具体是多少钱。那么按月租翻译的话，便宜的可能3000多人民币3000多人民币就是7万5、8万左右的翻译3000多人民币。那么好一点的翻译可能基本上要在200块钱一天我说的是按月租。如果你说我只去7天、去10天的话，那疫情期间也要50美金一天50美金一天。原来就是疫情之外是100美金一天这是他们当地的导游翻译的价格。如果你说我就是找一个中文不是很好，
然后就是毕业的学生，按月租的话，那真的是不是很贵啊，基本上就100块钱人民币一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开支了啊。那么除了这个开支呢，还有一个比较大就是租车。那么我租的车大概是3600-3700一个月啊，3600-3700一个月，再加上吃饭，基本上我吃饭会花费会比较大，一顿饭啊大概2个人吃要140-150，而且我体验了很多那种最豪华的列车呀，最豪华的大巴车呀，最豪华的餐厅啊，一次要几百块嘛。基本上我算了一下，3个多月在当地花费大概10万人民币啊，比非洲是要便宜的。那么，但是比东南亚要贵。但是更贵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去多了很多的别的费用。就是第一个就是检查身体的费用，就是我们做核酸检测呀、抽血化验啊，这个会非常的多。就是我们回国就基本上化验了7-8次啊，然后这个再加上机票的上涨，基本上我检测的费用就花掉了1万块钱左右，再加上签证费用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是如果你基本上巴基斯坦的签证费是3个月的是850左右啊，一年的是2800。如果你过期不续签，还有一个滞纳金，这回也是比较高的啊，基本上滞纳金要几千块钱了啊。特别是你到了机场，他们也有这种要小费的习惯，再加上这个机票的这个价格上涨，我去程是8700，回程23000。大家知道我中间还去了趟非洲啊，就是现在更新的是非洲。实际上非洲呢是我在5-6月份拍摄的，但是当地没有网络，没办法剪辑。完了到了巴基斯坦，我拍摄都没有时间，就别说剪辑了，只能回国慢慢给大家陆续播放。那么等于我4次去了巴基斯坦，基本上加上这个当地检测和机票的费用啊，大概花了有16-17万吧，16-17万啊。这个是在巴基斯坦的啊，也不掺杂购物啊，这个不掺杂购物和当地买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特别是像我看他们有的时候比较可怜，会有一些赠与，会买一些东西，东西是比较贵的，所以基本上这个呢就是我在当地的花销。各位如果再有什么这个对巴基斯坦也好，对非洲也好感兴趣的问题，大家可以都罗列出来，我还是抽时间抽空啊，把大家这个问题啊综合成一集视频，以讲座的形式给大家去讲明白了，好吧？好，今天的时间也不多了，就这样，关注杨洋带你们看世界。